按照小说里的内容，他回到家时已经是1个月之后。那时候陈香香已经在他的房间里住了一段时间，所有人都习以为常，他也确实给这个家带来了许多欢笑和快乐。妍希的归来就显得有些不那么合时宜。家主席景行对王妻情根深重，人死了那么多年还一直怀念，鲜少展颜，严家也一直笼罩在哀伤之中，似乎丧失了欢笑的权利。但在长久的哀伤也会被时间冲淡，所有人都期盼着能快点走出来，重新拥抱绚丽多姿的生活。因而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开始自发的维护像是小太阳般温暖的陈香香，而警惕戒备着有可能把这个家又拖入苦痛之中的妍希。于是所有人都帮腔陈香香，生怕妍希要抢回自己的房间。只有何管家一个人据理力争，明明就是大小姐的房间，让外人住了也就算了，大小姐回来了居然还不挪地方，这是什么道理？那个时候也是傅雨怀笑嘻嘻的建议他去住母亲的房间。妍希心中虽然有些不舒服，只是想着陈香香毕竟来者是客，同时不想家人之间失了和睦，到底还是大方地接受了傅雨怀的建议。这大方的一让，让他到死都没能再住进自己的房间。此时此刻妍希又怎么会退让？妍希看着傅雨怀浅浅一笑，不行不行。另一道声音也同时响起，是霍子昂。他皱眉，显然不认同，这是妍妍的房间。何管家吩咐佣人叫人来给大小姐收拾房间。陈香香冲他安抚性的笑了笑，主动站出来道，是我该把房间让给妍妍姐。让这个词让妍希饶有趣味的笑了笑，那你恐怕搞错了，这个房间是我的，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说着意味深长的看了陈香香一眼，眸光落在了他的颈脖子上。现在东西可以还我了吗？陈香香愣了片刻才反应了过来，她的神情有些窘迫，手忙脚乱的锯取脖子上的那根项链。我不知道这个是你的，是伯父让我戴的，声音都快颤抖了。妍妍姐你别误会我。就冲他这句话，妍希也必须误会他，一再的强调是席景行要求的，到底是想证明什么呢？还是想激怒他？妍希让何管家把那根项链收起来，浅浅一笑，我以为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陈香香脸色都涨红了，低垂着脑袋，一副难堪至极的样子。傅雨怀狐狸眼闪了闪，妍妍你这话说的太严重了吧，就是借贷一下，严伯伯都同意了的。老实说，在场的几个人谁都没见过妍希这么不客气的样子。妍希从小养在严家，一举一动都沾染百年世家的底蕴和教养。她性格平和，天资聪颖，从小就是最完美的名媛淑女范本，待人待物永远从容淡定，又心怀悲悯，始终对弱小的人或事物多一份宽容之心，从来不愿意与人为难。傅雨怀印象中，他连生母去世，悲痛都是深深藏在心里，小小年纪还要安慰父亲和招待前来吊唁的宾客，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样的人在遇到冲突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息事宁人才是。可现在妍希对待陈香香的态度可以称得上咄咄逼人了，这可不符合严家的家规和妍希的教养。好吧，那换个说法，不问自取是未偷，他经过我同意了吗？妍希转头看着傅雨怀，余怀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这么是非不分了？还是说我爸就可以随意处置你的东西，而不经过你的同意？傅雨怀眼底有黑气一闪而过，很快舌尖抵着后槽牙，缓缓笑了。好吧，是我多嘴，妍妍你说的都对。他摸了摸鼻子，一副吊儿郎当又玩世不恭的样子。妍希没有多管他，顿了顿，又转头看向陈香香，是你在办宴会？陈香香，是。妍希点头，那你恐怕得梳理一下你的交友圈子，刚刚有个男的见面就动手动脚，没得逞就污蔑说我偷了你的手链。陈香香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抱歉，我马上就去说他们。陈香香倒是没有争辩什么，她发现霍子昂的脸色已经变了，冰山脸上带着愠怒，而傅雨怀也站直了身子，脸上的笑容都淡了几分。妍希可不是任谁都可以随便欺辱的。陈香香心里懊恼的不行，知道今天自己终究还是落了下风，恨不能马上把陈旭那个废物提过来磕头道歉。妍希，哦，那倒不用，人我已经让人轰出去了。陈香香，妍希偏了偏脑袋，今天好像是你生日，希望没扫你的心。陈香香反应了过来，赶紧摇头，没有没有，你教训的是他，那是活该。那就好，正好佣人也火速把东西收拾好了。妍希朝和管家示意了一下，便请所有人出去，自己关上门休息。他是真的困了，没心情去招待这些人，只想好好睡一觉。不一会儿，佣人过来请陈香香下去，说是蛋糕已经准备好了。余怀，陈香香扭头看着霍子昂，轻声说，子昂哥，你可以陪我下去切生日蛋糕吗？眼神忐忑而紧张，顿了顿，又解释，你是我最重视的朋友，所以我希望。霍子昂看向陈香香的眼神软了几分，点头颔首，走吧。楼下，佣人已经让人把巨大的5层生日蛋糕推了出来，众人围着生日蛋糕热热闹闹的等着陈香香。陈香香带着霍子昂和傅雨怀下来，都笑着招呼，香香、霍少、傅少。这些同学大多家境富裕，大家其实一开始并不怎么看得上从小山村出来的陈香香。然而陈香香靠着实力和人格魅力，渐渐的征服了大多数人，成了班上最受欢迎的存在。总有瞧不起陈香香的那些富家女，一直在嘲讽陈香香再如何，那也是山鸡变不了凤凰，本质上还是个穷逼。于是
陈香香这次生日，有心人便拾掇着想要给陈香香办生日派对，其实是想看陈香香出糗。真要有本事，把家里的别墅豪宅亮出来，邀请大家上门做客呀！万万没想到的是，陈香香还真把他们邀请过来了。豪宅是真豪宅，占地好几百平方米，仆人成群，惊呆了一众人。最关键的是，陈香香居然把校草傅玉怀和顶流霍子昂都邀请过来了，三人之间态度亲密，显然是很要好的朋友。谁还会质疑陈香香的身份，怀疑陈香香在席家的地位？她就是当之无愧的席家大小姐。香香，快点过来切生日蛋糕！有人热络的招呼，态度比之前热情了不少。陈香香被众星拱月的围在人群中间，看了看一左一右站立在自己身后的霍子昂和傅玉怀，心里感觉无比的满足。他笑着在众人的催促下讲了一段致辞，态度从容大方，任谁看来那都是真正的豪门大小姐。许愿吹蜡烛切蛋糕，一个尖细的声音忽然道：香香，你们家那个亲戚怎么也不下来啊？对啊，怎么也不下来一起吃蛋糕啊？这也太不合群了吧？就是怎么也不下来一起玩玩啊？要不我们让人上去请他下来吧。香香，今天是你过生日，他居然都不下来给你过生日，未免太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吧？我看是都不把霍少和傅少放在眼里吧。陈香香赶紧解释，不是的啊，他是身体有些不舒服，需要好好休息，你们别这么说他。但这句解释在别人看来都是借口。霍子昂眉心微皱，脸色阴沉，眼看着就要发火。你们生日蛋糕吃完了吗？忽然响起了何管家的声音，大家笑着说没有，以为何管家这是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节目要安排，还在好奇的问陈香香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陈香香摆着主人的架势，笑盈盈的准备等何管家宣布惊喜。何管家点了点头，已经吃完了是吧？那行，今天陈香香小姐的生日宴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到来，现在请大家有序离场吧。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家大小姐的意思，大小姐说允许你们吃完蛋糕，已经是给予怀少爷跟子昂少爷面子了。陈香香不是说自己是豪门大小姐吗？刚刚管家好像不是这个意思。陈香香撒谎了呗，人家正主回来了，他这个替身还算个球啊？替身就是替身，竟然还妄想取代正主，真是搞笑。当众被拆穿也换太丢人了，我得钻地缝，哈哈哈。妍希也太彪悍了吧，明天他的蛮狠霸道名声肯定要传遍全城了。哥，你不知道席家那个得了癌症的女儿回来了，还北乔市第1名媛呢，我看这名头转眼就要让给别人喽。你是说妍希？对啊，他还把大家都赶走，他一个都快要死的人这么小心眼，难怪大家都叫他短。陆清明对上他的眼神，心里打了个突，立马噤声，好像他说错话了，表哥真的生气了，他害怕。我错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刻薄了？陆清明赶紧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说了。谢长泽这才移开目光，转身离开，而且他也不会短命，他会比任何人都要活得长长久久。妍希睡了一觉，梦里仍旧是纷乱的人影。醒来时，四下静悄悄的，天色将明未明。他走到露台上透气，之后去湖边晨练。身体到底还是吃不消，他没敢跑，只能徒步走动。这个点，这边又是别墅区，一般根本就不会有人的。但今天早上居然有人在湖边慢跑，对方腿长脚长，身量修长，跑步的动作充满了力量感和美感。那是两人视线对上，妍希礼貌的笑了笑，你好。对方微微颔首，目光平静温和，你好，大小姐。有人匆匆从院子里跑出来，妍希便转身直接进了自己别墅院子。夕颜，妍希的哥哥看着妍希，神情激动，出去跑步了，你的脸真的没事吗？妍希回复没事的哥哥用星耀后的不良反应。陈香香主动朝妍希道歉，妍姐，对不起，昨天害你不高兴了。妍希没有理会他。此刻席景行进来，妍希叫了一声爸，问席景行，爸爸，之前您去 F 研究所购买单细胞注射药剂，不是已经轮到我们了吗？药剂呢？席景行暗哑的声音，药已经给香香的母亲用了。爸，席颜忍不住提高了音量，你怎么就把药给了外人呢？妹妹怎么办？这可是救命的药，没有真的可能会死人的。陈香香脸色苍白，手足无措的看向了席景行，而席景行也满脸羞愧，几乎抬不起头来。当时情况紧急，香香的母亲也得了癌症，需要救命。香香求到我跟前，我没办法。妍希神情平静，内心已经没有了什么波澜，毕竟提前就知道了结局，确实没什么好惊讶的了。可是爸爸，我等这个药已经等了3年。妍希目光低垂，脸色隐隐透着病弱的苍白。我未必再有一个3年可以等。席景行抬头看着妍希，妍，爸爸对不起你，都怪我。陈香香背齿轻咬着下唇，主动招揽责任，是我跪下来求席伯伯的。妍姐，你还有我呀，我可以捐血捐骨髓的，我们俩骨髓是匹配的，已经查过了的。陈香香忽然说，小说里陈香香先提了捐骨髓的事情，于是那2剂药的事情就这么含混过去了，仿佛根本就不存在。而捐了骨髓之后，陈香香就彻底成了妍希的救命恩人，妍希在陈香香面前注定了低人一等。每次2人之间有冲突，所有人都向着陈香香，用救命恩人的身份压着妍希，逼得她不得不对陈香香一再退让。献血捐骨髓的事情就算了吧，你那么瘦，身体恐怕吃不消。妍希平和的微笑，而且以严家的财力，
还不至于找不到合适的骨髓。2剂单细胞针剂 F 研究所对外公开售价180万1剂，严家确实花费了些功夫，算20万好了，你直接还我380万，我们赢货2剂。380万这个价格，妍希不算欺负陈香香，收得很良心了。果然，听到这句话，席妍心就炸了，380万，不行，这要舅舅他们费了很多力气才搭上关系的，否则全球那么多癌症患者，为什么妍希能有名额排上队？还不是靠着严家的关系。席妍看向陈香香的眼神再也没有了前几天的欢喜，只剩下满满的敌意。要早知道这个女的是来害他妹妹的，他咬死她的心都有了。席景行也觉得不妥，不行，妍，香香可以给你捐骨髓，你别想太多，你的要救了她母亲，这是她应该做的。妍希说着，既然收钱了，那就没必要。他微笑的看着陈香香，你可以写一张欠条给我的吧，这样你以后努力赚钱还钱，也就不用觉得对不起我了。瞳孔骤然放大，我茫然接过手机，看到屏幕上那100多个未接来电时，整个人都傻了。我拿走了，记得还钱。